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，霍爾木茲海峽呢看似迎來通航轉機，但實際上的航運僵局並未打破，近500艘的船只仍滯留在波斯灣，不敢通過這條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。面對遲遲不能解決的航運難題，美國十分焦急，正在考慮給經過這裡的郵輪發放付費 VIP 通行證，商船繳費之後就可以得到美軍軍艦的全程護航。特朗普的算盤打得真響，協議剛剛落地就打起了收保護費的主意。大家好，我是謝飛啊，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。6月16號呢，據美國的政治報報道呢，美國政府呢對於海峽航運停滯問題已經制定了多種的方案，主要的目的是使停滯的商船重新的通航，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付費军艦護航方案。也就是說，美軍為支付費用的商船提供全程的海上護航。那這場航運的危機始於今年2月，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之後，伊朗呢隨即進行反擊，那麼霍爾木茲海峽就被徹底的封鎖。更為糟糕的是呢，在3月初，國際保賠協會集團的主要成员都停止了波斯灣、阿曼灣的这個船舶戰爭險的一個承保。倫敦聯合戰爭險的委員會呢，也將整個的海灣地區列入到高風險的拒保區。在很短的時間裡邊，全球90%的遠洋商船失去了航線的保險。沒有保險，這些船是不敢冒險的。船方不敢通行的原因，並不是害怕軍事衝突，而是因為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擔航行風險，航道中斷直接導致了國際油價上漲。布倫特原油的價格呢，一度就突破了80美元一桶啊！多家投行呢發出這個警告，地緣衝突持續下去的話，油價可能會突破每桶100美元。美國之前也想這個公開護航，但是失敗了。5月3號呢，美國高調推出這個自由計劃。第2天就派出這個驅逐艦和上百架的飛機到海峽為商船護航，但是呢，只行動了1天就被終止了。那期間呢，這個美伊海上力量就發生了正面的衝突啊！伊朗的7艘快艇被擊沉，1艘的法國商船被炮火擊中。那麼在事後呢，美方表示，通過後續的秘密行動，已經護送了200多艘的商船。超過了1億桶的原油順利通行，但是我想這個說法並沒有得到這個航運行業的這個認可。航運數據機構科普勒的數據表明，到6月中旬為止，波斯灣還滯留了近500艘船，其中郵輪有220艘。航運恐慌和航道這個擁堵的情況沒有得到任何的緩解。6月14號呢，在8方的這個調解之下呢，美伊雙方以電子簽名的方式簽訂了14條諒解備忘錄，內容呢就包括了海峽解封復航、伊核問題談判等等這些重要的內容。那外洩文件當中呢，還顯示備忘錄裡邊有3000億美元的伊朗經濟重建的融資條款。那麼，即使協議達成，雙方的分歧依然很大。美方提前宣布14號完成簽約，伊朗外交部呢隨即公開否認當天簽約。你看，雙方態度的反覆，使得備忘錄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。海峽通航呢仍然停滯不前。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認為，航道要恢復到正常的航運狀態，還需要幾週甚至幾個月的時間。那當常規的斡旋不起作用，付費 VIP 通航證方案就被美方提上了日程了。2位能源行業的知情人士就表示說，白宮已經下達命令，要求有關部門逼迫船企回到這個海灣航線。但是呢，方案實施最大的難點就是促使保險公司在該區域恢復航線承保業務。摩根大通就測算出波斯灣郵輪航行風險保障額度超過了3000億美元，但是呢，美國之前只提供了200億美元的一個再保險的額度。那你看，這個資金的這個缺口就很大呀，不能填補市場的風險缺口啊。實際上呢，疏通航道只是表面的目的，而這份付費護航方案恐怕才是美國重要的一個外交籌碼。一位美國高官表示說，美方呢想要利用即將舉行的法國G7峰會來為歐洲盟友施壓，要求歐洲增加對中東地區的投入。美國並不是第一次要求盟友分擔中東防務的這個壓力了。那今年3月呢，特朗普就曾經要求這個石油依賴國出兵聯合護航。但是呢，我看到這個像英國德國、意大利等等歐洲國家，還有包括像日本、韓國、澳大利亞
這些國家都拒絕了，不願意介入到中東的地缘政治衝突當中。於是呢，美国就改变了施压的方式，由原来要求盟友出兵，变相为这个要求盟友出资，即使盟友不愿意这个派军舰，那也不能让美国獨自承擔中東的安全費用，要麼購買美國的護航的服務，要麼增加在中東的戰略投入。所謂的這個 VIP 的通航證，並不是單純的一個航運的方案，而成為了美國的雙刃外交的武器，就是對內安撫國內的航運企業，釋放出政府積極解決航道危機的這麼一個信號。那對外呢，在積極峰會上對歐洲施壓，分攤美國的中東安全成本。說實話就連美國自己也拿不準這套方案能不能把海峽航運給盤活。目前呢，限制通航的主要原因呢，不是沒有軍艦護航，而是航運保險的完全缺失。只要保險公司繼續拒保，那即便美軍全程護航，美企恐怕也不會冒險通航。而保險業恢復信心，並不是靠一張這個付費的通行證就可以實現的，而是呢，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和平局面。美伊備忘錄當中有很多重要的問題都被推到了未來60天的協商當中，雙方的主要矛盾也沒有得到解決呀。所以沒有真正的和平保障的話，霍爾木茲海峽的這種航運困境在短期內恐怕是很難解決的。好了，感謝收看今天的協飛觀察，希望給大家點關注，同時呢將視頻轉發分享出去，讓更多朋友看到。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